很多人以为呢，报税只是填表格交出去，甚至于我很直接的可以讲一句话，就是你今年缴多少税呢？其实去年的12月31号就已经决定了。所以这支影片呢，我会用最务实的角度告诉你，报税前一定要检查的4件事情。哪些动作呢，现在做还来得及，而哪些错误呢，会让你白白的多缴了几千甚至于几万美元。在美国的节税里面有3个核心的观念呢，一定要知道。第一个，税呢，它不是报出来的，它是规划出来的，不是到4月才开始想，而是全年的策略。第二个呢， IRS 看呢是一个全年的收入加上结构，不是单一的收入，而是整体的配置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节税的时候呢，它有时效性的，很多策略过了年底之后就没有效了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udy， 在美国生活超过40年，有8张的专业执照。每周6晚上美国东岸时间8点钟，我会固定的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影片。我做这个频道呢，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，享受生活，安心退休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是否用对了报税的身份 filing status。 选错了报税的身份呢，可能会多缴上万块的美金了。在美国最常见的几种报税的身份有，第一个是 single 单身，如果你是未婚或者是说没有符合条件的抚养人呢，那通常就是用 single 来申报了。那缺点就是呢，这个税务呢相对会比较高，那可用的这个税务的优惠会比较少。那第二种身份呢，就是 married filing jointly， 也就是最常见的夫妻合报。这个是大多数夫妻呢，他最有利的选择。好处就是说呢，税率会比较低，那么标准的扣除额呢会比较高，而且可以使用更多的税务优惠，比如说像 child tax credit。同样的条件，如果分开报和合报的话，就有可能会相差几千块甚至于上万美金了。那夫妻分开报什么情况下才合适呢？第一呢，是一方有一个高额的医疗支出。第二就是有学生贷款，它会影响了还款的计划。第三呢，是有特殊的法律或者是责任的考量。但大多数的情况，如果夫妻分开报的话，它税率比较高，所以呢，很多的税务优惠就不能用。那如果说没有特别理由呢，通常是不建议。那么为什么高额的医疗费可能适合分开报税呢？因为医疗费它不是全部都可以抵扣的，它有一个门槛，就是 AGI Adjusted Gross Income， 它调整后的这个收入的 7.5%， 超过了这个门槛的部分呢，才可以抵扣医疗费。那收入越高，当然这门槛就越高，能抵扣的就越少了。假设有一对夫妻，先生的收入是12万，太太的收入是8万块，合计是20万的收入。今年呢，有医疗费2万块钱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夫妻合报，2个人的共同申报收入是20万，那 7.5% 的门槛呢，就是1万5了。那可扣除的金额呢，就是2万块钱减掉了1万5的这个门槛，也就是能申报了5000块钱。情况2呢，就是夫妻分开报，假设医疗费呢集中在太太，那太太的收入是8万块钱，门槛呢就变成了8万块乘以 7.5%， 也就是6000块了。那可扣除的金额就是2万块钱的医疗费减掉的那6000块钱的门槛，也就是14000块钱。合报呢只能扣5000块钱，但是分开报呢就可以扣了14000块钱，多了9000块钱的扣除额了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为什么有学生贷款它适合是分开报税呢？因为很多人他认为学生贷款它只是还钱的问题，其实它跟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，就是你的报税收入，也就是你的 AGI。特别呢是如果你在用那种收入导向的还款计划 Income Driven Repayment Plan， 学生贷款每个月要还多少是用你的收入来算的。但像问题来了，如果夫妻呢是共同申报的话，那政府看的是家庭的总收入了。假如一对夫妻，太太呢是有学生贷款的，收入呢是6万块，那先生的收入是14万块，家庭的总收入呢就是20万了。情况1呢，夫妻如果合报的话，那政府计算还款的时候就会用这个20万来算，所以每个月的还款它的金额可能就会大幅度的提高。那情况2的话，夫妻分开报的话呢，太太呢她单独的报税，那政府只看太太赚的那6万块钱，结果每个月的还款呢就会大幅降低了。那同一笔学生贷款，只是报税的方式不同，每个月可能会差几百甚至于几千美元了。那第4个报税的身份就是 Head of Household， 这个是很多人忽略，那也是很有价值的一个身份。适用的条件呢是未婚或者是视为未婚，那他有抚养人，比如像小孩，还有承担超过1半以上的家庭开
开支。那好处就是说，它税率其实是比 single 还要低的，扣除额呢也可能是更高。那有些人呢本来是报 single， 可是如果条件符合，其实是可以用这个 head of household 来申报，每年直接的就少缴了一大笔税了。报税身份不是随便选的，其实是可以策略性选择的。但很多人就是说，从第一年开始用什么呢？就一直用，完全没有重新检查。那第二个要注意的事项呢，就是说收入是否完整。很多漏掉的一些收入，比如说像股息啦、像利息啊、像股票的交易啊，还有合伙的企业啊 K1 的这些 profit 等等。那么很多1099的表格呢，现在已经不会主动寄到家里头了，要自动到网上账户来下载。那比如说有 brokerage account 的，就是常常有这种情况，所以我们随时都要记得，一整年下来有各式各样的收入，自己要记得申报所有的收入。第三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有没有善用了退休账户节税了。其实在4月15号之前呢，还可以做补救，比如说像 Traditional IRA、SEP 或 Simple IRA 都还可以放钱进去。那第四个呢，要注意的报税事项就是要比较了标准扣除额 Standard Deduction 和项目的扣除额 Itemized Deduction。那 Standard Deduction 呢，其实这个是政府给你的标准扣除额，而 Itemized Deduction 呢，这是你可以把所有可以抵扣的金额加在一起，比如说房贷、利息、周税、捐款等等。那很多人他没有做比较，如果 Itemized Deduction 大于了 Standard Deduction 的话，那用 Itemized Deduction 是比较划算的，而直接如果就用了标准扣除额，就白白浪费了。第五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资本利得与亏损，叫 tax loss harvesting。如果你有投资账户，那你有赚钱的股票 capital gain， 你可以用这个亏损去把这些获利抵掉。前提之下就是你要在去年年底之前呢，有卖掉了赚钱的股票，而且你也卖掉了亏损的股票。如果没有卖掉赚钱的股票，没有 capital gain 的话呢，每年呢最多是可以申报3000块钱的 loss。那第六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家庭成员税务的规划，比如说子女呢是否可以报 dependent， 那是否也符合了 child tax credit， 还有一些教育相关的抵税，比如说像 American Opportunity Tax Credit 啊，或者是 Lifetime Learning Credit。那第7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说有没有医疗或者是保险的规划可以抵扣的。那么在4月15号之前，如果还想再多省点税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考虑开一个 HSA 的 Health Savings Account， 也就是健康储蓄账户。那么在前提之下就是说你已经符合了开户的条件，那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呢，就是去年必须要有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。那 HSA 呢，它其实是有3重免税的功能。第一个，存进去的时候它抵税，成长的时候免税，那提领的时候呢，只要是用在医疗方面也可以免税的。那第8个要注意的就是说是否呢有海外的账户，不论居住在哪个地方呢，只要是美国公民、绿卡和税务居民都要申报了FATCA卡，必须要申报了海外的金融资产，包括了银行账户、投资账户、股票、债券、保单等等。那申报了FATCA卡呢，就是要填了一个8938的表格。如果人是居住在美国的话，单身，那海外账户年底之前呢超过5万块钱，而已婚合报的申报，那海外账户在年底之前呢超过了10万块钱呢，都要申报了8938。如果人是居住在海外的话，那单身年底之前账户超过了20万，或者是已婚合并申报，那么年底之前的账户呢超过了40万呢，也要申报了8938。那如果海外的账户的总金额在1年当中的任何一段时间呢超过了1万块，也需要单独向财政部申请，也就是肥爸要填写的 FinCEN 114表格。那 FATCA 和 FBAR 呢，它是分开申请的，数据可能会重叠，但2份表格呢都必须要提交。这个只是申报啊，不是交税，但如果没有申报的话，罚款会非常的高的。那第9个就是有没有被多扣税了 withholding。 如果 W2 的人呢扣太多呢，可以调整了 withholding， 那提前拿回了现金流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第10个要注意的事项呢，就是是否有踩到了 AMT。 什么是 AMT 呢？在美国的税务有一种机制，它专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防止了高收入者太多的扣除额把税降得太低。那这个机制呢就叫做 AMT Alternative Minimum Tax， 代替最低税。
那么 IRS 呢，其实它会帮你算了2套税了。第一套呢，就是你平常报税的方式，那么第二套呢，就是 AMT 的计算方式，最后你要缴的呢，就是2个里面比较高的那一个。那么在 AMT 里面呢，有些你以为可以抵扣的东西啊，其实会被加回去的。那常见会被加回去的项目就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州税啦、房贷的利息、股票的这个期权，或者说大额的扣除项目等等。那最后呢，你就要比较一下哪一个比较高。那哪些人最容易踩到 AMT 呢？一般来说是高收入的族群，就收入通常在20万以上的，还有高州的税收，比如说像加州啦、纽约，还有股票期权的人，那么还有就是有大额的这种 itemized deduction 的人。AMT 呢其实很难避开但是可以透过一些规划大幅的降低影响。所以策略就是说，少用了被加回的这些扣除，也多用 AMT 它能够认可的这种规划工具。有些工具呢，其实在 AMT 下面仍然有效，比如说像 401k 啊、IRA 啊、HSA， 就是有刚刚提到的健康储蓄账户，还有慈善捐款，这些呢都是真正的比较安全的节税方法。好，我总结一下这10个报税前应该注意的事项。第一个，是否用对了报税的身份；第二个，收入是否完整的申报了；第三个，有没有善用了退休账户的节税呢？第四个就是比较了标准扣除和项目扣除。那么第5个呢，就是资本利得与亏损。第6个就是家庭成员税务规划。第7个呢，是否有医疗或者是保险的规划可以抵扣。第8个就是是否有海外的账户。那第9个呢，就是有没有被多预扣税了，就是 withholding。那第10个呢，是否踩到了 AMT。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有关于退休、财务、人生规划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欢迎各位朋友呢，也在留言区留言分享美国生活的各种经验和建议。谢谢您的观看，请点赞、收藏、开启小铃铛、留言和转发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